呀，干爹，快过年了，你这是买的啥？这是给家人买的香水呢，是口红呢？我看一个 D 字母啊， DIO 对吧？嗯，不是迪奥，不是迪奥，是这个后面还有一个，迪奥斯，这是啥？猜得到吗？我看不出来，我看还以为口红还是香水呢。这个其实是你耳机，啥？这包装是耳机？我估计大家看到第一眼都以为这玩意儿会是香水还是啥的。我耳机的包装用这字体？它不光字体，然后形状也是的，就和一般的耳机包装不太一样。我还以为你是给我们一人送瓶香水呢，给大家一人送个耳机还差不多。它这个包装设计真有意思，特别适合逢年过节走亲访友，对吧？这个袋子太具有欺骗性了，你拿出来这给他一看是个耳机，我估计他要吓一跳的。拆开来之后，结果是一个耳机，也不知道是该惊喜呢，还是该失望呢。如果喜欢音乐，那肯定相当开心的。这两个的话，就是来自某不知名品牌的 DIOS， 具体的我不念，大家也知道是啥。接下来就由我来为大家带来这款 DIOS 的新品开箱。这就是我刚刚提过来的两款耳机了。大家可以看到这极具特色的包装以及型号。有一说一啊，这个包装拿来送人的话，确实是有点唬人了。首先就是关于这个命名的，关于这个命名，我也咨询了品牌方的设计师，设计师给我的答复是 DIOS 就是 Dios， 实际上是西班牙语里面上帝的意思。我也查证了一下，好像确实是，给大家听一下。Dios。好像还真没错，但是这个语境在咱们国内必不可免的会赋予一些其他的联想。那这个我不说，大家也明白。对于这个命名，我只想对设计师说一句话：你的想法很好，但是下次不要再这样干了。接下来咱们就开始开这款产品，一共是有2个颜色，我这里有2个，分别是银色以及橙色。这里我就开一个橙色给大家看一下。这款耳塞的价格是1199，与 RA200 发售时的售价差别不大。在这个价位，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亮眼的产品的 ，RA200 是一个例子。然后水月雨的中章，我认为也不错。这种的话，我们一般定义为1000元档嘛。首先可以看到这里有一张纸头 ，Dios 旨在成为普通人的第一次真正发烧体验，将顶级品质献给那些努力工作并笑对生活磨难的人。有点文绉绉的感觉，是个文艺青年写的。不过这段话我倒是挺认同的。因为现在流媒体的发展嘛，我们只需要打开手机，每个月充个10块钱会员，理论上就可以获取到无穷无尽的资源。所以音乐这种形式啊，其实是最亲民的一种艺术了。咱们先看一下，之前也是听设计师有说包装别出心意，我们来看看到底是怎么个事儿。这是一个饭盒。没错，这个饭盒拿来泡面应该是挺好的。耳机咱们先不看，先看看别的，因为我看这里面还内有玄机。不会吧？凭借我的聪明才智破解了。其实主要是之前用过这种饭盒了。别说它的饭盒手感还不赖，而且表面也印了有 Dios 的产品名称。这个饭盒买20块钱应该是要的吧？用心了，用心了。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个饭盒该怎么用，这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先把盖子打开，然后这样给食堂阿姨去打饭就可以了。看看还有别的吗？说啥好呢？绝对神仙。这个东西也是实用性拉满，我没想到耳机里面居然会配这么多实用的东西。首先这个勺，拿来挖西瓜也好，吃饭也好，我觉得都可以，而且还是304不锈钢的呢，并且可以折叠。然后这个筷子也是那种组装形式的，所以我认为这个非常实用啊！真的，这俩玩意儿简直无敌了。可以。这个咱们先放一边，看看耳机。打饭了。一个耳机包，一条线，
这条线材我认为也是有用心在做的，因为五金的颜色和耳机是保持了一致。然后插头部分是一个可换设计，配备了 3.5 和 4.4 两个插头。看到这里，可能也有朋友心中有疑问，3.5、4.4都已经配上了，那干嘛不再配一个 Type C， 对吧？关于这点我也咨询过，得到的答案是配一个 Type C 的插头其实花不了多少钱了，100以内的成本就可以搞定 Type C 插头了。但是设计师在打样之后发现 Type C 插头内置的解码还有放大电路，推这个耳塞声音效果不是特别的好，所以 Dios 这款耳机为了保证音质的发挥，专门弄了一个这个小尾巴，就是这一条了。这一条尾巴的声音比起之前打样的 Type C 插头啊，声音要好不少。而且可能是为了促进他们的销售啊，前100条是赠送这个尾巴的。因为如果说是一个 Type C 插头的话，那也就意味着只能这款耳机用的，对吧？而反过来是一个尾巴的话，那等于这个尾巴给我们其他3.5的耳机都可以用，同时还拥有更好的音质。所以这一点我认为做的挺到位的。偶尔想轻装上阵，想方便一点，比如看个视频、看个电影之类的，那这个时候尾巴就有用武之地了。然后线材方面是2针。也就是 0.78 插针，这方面没有什么特别的。咱们来看看耳套，耳套是大中小3对硅胶套，这个硅胶套没有什么品牌型号，不过这个小盒我认为还不错。看看下面还有没有配件，应该是没有的。接下来就是耳机了。每次拿到这个我都想笑，真的，跟我念书的时候打翻的那个饭盒一模一样。岁月是把杀猪刀，真的。咱们来连接一下耳机，有一点需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耳机上面是没有左右的，当然线材上面是有 left 和 right， 也就是左右之分的。那该如何去区分呢？咱们拿到这种耳机的时候，把这个朝外，就是插针的母座朝前就可以了。这样一下子就分辨出来左右了，也适用于其他的耳机，因为市面上的耳机几乎都是这种设计的。您如果说反了的话，那就不对了。只有一点，就是 0.78 这个母座朝前就可以了。朝前之后，左就是左，右就是右。咱们放到桌面上，然后在耳机线上面找一下左右，插入，这样就对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哇！上耳之后。这种铝合金外壳加上单动圈的结构，简直就是轻若无物，非常舒适。这个舒适度与846或者谢兰图之类应该是一个级别的，可以达到90分的高分。大家可以看到，最后咱们再根据需求将这个插头给它拧上。线材上面是有2个标志点的，对到一块插入就可以了。然后转一下。您如果说手头有播放器，或者说您手头有 4.4 的小尾巴，那这个时候用 4.4 没有任何问题。但如果说您是一个音乐爱好者，只想着尽可能的在简单的基础上声音好一点，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用上这个尾巴了。我们需要将插头更换为 3.5， 然后连接，这边连接您的手机就可以了。好，开箱到这里就差不多了。简单说一下这个单元。Dios 这款耳机的外壳是铝合金的，配合恰当的外形设计，所以在佩戴感方面我认为做得非常到位。但重中之重的是内在的这颗单元，这颗单元是10毫米的动圈单元，但是有一点非常厉害，那就是内部的空气腔室一共是有3个，这也就意味着 Dios 这款耳塞在声场方面可能是同价位耳塞所难以匹敌的。在视频的末尾会给大家来一段原试听，对比一下千元价位热门的几个型号，大家听完想必心中就有数了。我认为 Dios 这款耳塞，无论您是音乐爱好者或者说是器材发烧友，这款耳塞都有它的用武之地。器材爱好者有一个特性，那就是但凡自己没有听过的耳机，都有好奇心，都想拿到手实际的试听一下，把玩一下，看看声音到底怎么样。我自己其实也是的，因为除了我们店销售的产品以外，我在淘宝上面还买了很多其他品牌的产品。如果能够在寻找器材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个产品的实际水准超过了其所售价，那这个时候简直就像捡到宝一样了，因为性价比凸显出来了嘛。哪怕品牌不怎么知名，但是出来的这个声音效果非常好，那这个时候就是值得的。Dios 这款耳塞，我认为也具备这一特性，就是1000元左右的一个售价，但是拥有着超越其身价的音质表现。那这个时候我就敢说，这款耳塞是有性价比的。那音乐爱好者该如何去理解呢？我相信大家也发现了，就是在有些时候，音乐爱好者和器材发烧友它是不重叠的，当然重叠的也有，比如我就是，对吧？
特别是发烧到一定程度之后，今天换个电源线，明天换个耳机线，后天又要换个避震，再大后天再换个电源。当一旦陷入这个怪圈的时候，短时间之内就走不出来了，整个脑子里面都是器材。反而听音乐的时间少了很多，因为精力和时间都花在研究器材上面了。所以我也经常在贴吧或者耳机大家谈里面看到内容的话，其实都大差不差的，8个字就行，那就是忘记器材，回归音乐。大家听我说了这么多，可能都有点犯迷糊了。小刚，你到底想说啥？直接说不就完了吗？其实我想说的就一点，大家一定要多听音乐，而不要在器材方面过度投资。尽可能的把时间花在听音乐这件事情上面，而不是寻找器材这件事情上面。当然了，我自己是个反面例子啊，大家不要学我，因为咱本身的工作是耳机销售嘛，智能器材是我的一个本职工作，对吧？所以这方面我能圆得回来，大家不要学我啊。还是尽可能的去多听音乐，去尝试自己没有听过的曲风，去寻找新的歌手、新的风格。这样的话，我感觉更有意思一些。因为喜欢听音乐往往是一辈子的事情，但是玩耳机不见得，对吧？对于音乐爱好者而言，大部分的时候都是花费在听音乐这件事情上面的，而没有空或者说压根就想不起来去弄一副好点的耳塞。大多数时候都是一个 AirPods 之类的就可以满足了。这里我认为没有任何的问题。事实上，我认为 AirPods 3代还不错，但是跟 Dios 这款有线耳塞比起来，我认为还是存在客观的素质差异以及听感差异的。如果说音乐已经成为您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那这个时候一副恰当的、音质好的有线耳塞，我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只是对于音乐爱好者来说，选耳塞是一件比较痛苦的事情。首先一字排开300个品牌，一个一个看，脑壳都看晕了。然后看完了之后发现，还要配尾巴，尾巴配完了，发现还有升级线能配，升级线配完了，发现还有各种各样的耳塞套可以配。这个过程对于没有接触过 HiFi 的朋友来说，我认为不是一件特别轻松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将这款 Dios 耳塞推荐给音乐爱好者的一个原因。标配了 Type-C 的尾巴，您听音乐可以，看视频也可以。耳机本身佩戴感 OK。我知道有些朋友听音乐一听都是几个小时以上的，那这个时候舒适的佩戴感我认为就非常的重要了。插头方面 3.5 10.4 3.5 的话，我们接这个普通的小尾巴没问题。如果说您以后想更进一步升级到播放器，那届时您可以将插头更换为 4.4， 为日后的升级也带来了可能。当然了，这些特质在同价位的其他品牌耳塞上面也或多或少的存在。那么 Dios 这款耳塞到底是哪一点和其他品牌不一样呢？我认为还是音质。接下来咱们就简单的说一下这款耳塞的声音。这款耳塞在我开箱之前，我就已经拿到过样机，并且试听过了。有几个点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的深刻。首先第一个重中之重的就是声场，这个声场水准，如果我不跟您说这是1000块钱的耳塞，您绝对不会认为它是1000元耳塞所能够发出来的。因为声场这个指标其实在耳塞当中不容易做，尤其是在这个价位，做的不好的话就会出现纵向压缩这个问题。纵向就是咱们前后的这个距离啊，横向的话其实还好。而在 Dios 这款耳塞上，前后左右纵向横向的声场都没有什么问题，是非常规整非常广阔的一个状态。这一点我认为跟单元的声腔室有着直接的关系。第二点的话是声音的乐感。首先这里有一个疑问，就是1000元左右音乐感做的比较到位的耳塞是啥？我认为有一个不错的例子，那就是 Final 的 S3000 和 E5000，这两款耳塞的音乐性我认为做的都是非常到位的。但是这两款耳塞的声音素质，也就是声音清晰度方面，我认为还有一些提升的空间。而 Dios 这款耳塞不一样，Dios 这款耳塞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同时结合了素质与听感的一个产物，在素质和音乐性之间找到了恰当的那个平衡点，听起来绝对不糊，但是又充满了音乐性。第三点的话就是低频了，照样咱们还是对比一下同价位的，比如说 Acouston 的 S3 或者说水月雨的中章，我发现1000元左右的耳塞在低频方面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比如中章的那个高频气息做的是挺到位的，但是低频的亮感与落地感我认为不是特别到位的，低频明显带有一些脆脆的感觉了。而真实的鼓声是没有这种脆脆的感觉的，对吧？ Dios 这款耳塞的低频就没有脆脆的这个问题，而是一个浑圆饱满，能够砸得下去弹得回来的低频。这一点对于我们听泛流行音乐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可以很好的衬托起音乐的氛围感。那说了这么多，这款耳塞有没有什么问题呢？我认为有一点是客观存在的。人声方面的表现，Dios 这款耳塞是女生表现优于男生表现，女生的口型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如果您拿来听男生的话，您会发现中频方面稍微有一点点距离感，男生的口型与血肉感也稍微差一点意思，这一点可能与中频的密度有着直接关系。而在其他方面，我认为作为一款1000元价位的耳塞，也没有什么刺可以挑的了，挺好，真的挺好。好了，本期这个开箱加简评啰嗦的时间有点长，大家见谅。作为一款1000元价位的耳塞，简简单单、舒适好声，这就已经成功了一大半了，剩下的就交给市场去检验吧。好了，本期的开箱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开箱再见。
It's not my way to love you just when no one's looking. It's not my way to take your hand if I'm not sure. It's not my way to let you see what's going on inside of me. When it's love you won't be needing, you're not free. Please stop pulling at my sleeve if you're just playing. If you won't take the things you make me want to give. I never cared too much for games, and this one's driving me insane. You're not half as free to wander as you claim. But I'm easy, I'm easy. Give the word, I'll play your game, as though that's how it ought to be, because I'm easy. Don't lead me on if there's nowhere for you to take me. If loving you would have to be a sometime thing, I can't put bars on my inside. My love is something I can hide. It still hurts when I recall the times I tried. But I'm easy, yeah, I'm easy. Take my hand, pull me down. I won't put up any fight, because I'm easy.ああ素晴らしき世界に今日も乾杯。街に飛び交う笑い声も見て見ぬふりしてるだけの作りはさ、気が触れそうだ。クラクラするほどのいい匂いがずっと刺した花の奥、目を覚ます本能のまま今日は誰の番だ。この世界で何ができるのか、僕には何ができるのか。ただその真っ黒な目から涙こぼれ落ちないように。ああ願う未来に何度でもずっと食らいつくこの間違いだらけの世界の中、君には笑ってほしいから、もう誰も傷つけない。強く強くなりたいんだよ、僕が僕でいられるように。素晴らしき世界は今日も安泰。街に薄まく悪い話も知らない知らないふりして目をそらした。正気の沙汰じゃないな、真面目に着飾った格子鳴らす足音が弾む。行き先は消えない消えない味が染みついている裏側の世界。清く正しく生きること、誰も悲しませずに生きること、はみ出さずまっすぐに生きること、それが間違わないで生きること、ありのまま生きることが正義か、騙し騙し生きるのは正義か。僕のあるべき姿とは何だ、本当の僕は何者なんだ、教えてくれよ教えてくれよ。今日も答えのない世界の中で願ってるんだよ。不器用だけれどいつまでも君とただ笑っていたいから、跳ねる心臓が体揺らし叫ぶんだよ、今こそ動き出せ。弱い自分を何度でもずっと食らい尽くすこの間違いだらけの世界の中、君には笑ってほしいから、もう誰も泣かないよ、強く強くなりたいんだよ、僕が僕でいられるように。
Alexander the Fetus, Nicholas Smoke, aka Nicholas Wonder Video Band, Kuchak's fame. Alexander the Fetus, beautiful struggle, yeah. Less fake rappers, more MCs. Less LeBrons and more Cliff Lees. Less Chop Please and more TDs. More of the kids standing tall where they come from. Less telling you about the place where they run from. Get some, yes son, go and write an anthem. Go and make your presence in your generation and one. When the tough times circle like a hula hoop. Dream shot down, need a bulletproof parachute. Shots fired, expired 24 seconds. Game is in session and the Lord give a blessing. I'm